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我深爱的丈夫正在侧耳细听我腹中胎儿的心跳，我却突然听到他的心声：生下来，我和思思就有小孩了，他一定会很开心。到时候我再和九九分开，希望九九以后不要恨我。但我们之间本来也不存在爱情，没必要勉强维持。我可以带宝宝和思思一起生活，九九可以另寻幸福，妈也会得偿夙愿，我们都会有完美的归宿。我不可置信地愣在原地，以为产生了幻觉。后来我被系统唤醒，才得知真相。原来我只是见证主角虐恋情深的工具人，一个注定失身碎心、被老公背叛的悲惨女配，骗婚产子，产后抑郁，跳楼自杀，孩子送人，寥寥数词，字字泣血，却是我被钦定的宿命。我的孩子将是老公陆之阳未来的幸福筹码，是他患癌母亲的临终的执念，却跟我这个母亲不再有任何关系。还好，此生我不再恋爱脑，凭借虐文女主自救系统，我要改写命运，一雪前耻。我和陆之阳是相亲认识的，我性格乖巧，从不早恋。在学校时，我忙于学业，工作以后，我忙得吃饭都顾不上。由于社交圈子小，家教又严格，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在亲友的牵线搭桥下，我认识了陆之阳，他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温柔亲和的丈夫。那一天，他跪在我的面前，手捧着玫瑰花，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下，他说：“九九，我会用一辈子来爱护你，嫁给我吧。”我羞赧地点头，他便抱着我，兴奋地原地转圈，像个小孩。陆之阳是国内顶尖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刚认识时，他说他跟我一样，一直忙于学业，个人问题就被耽误了，所以他迟迟没有对象。他说遇到我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他说我一家一室，是适合结婚的对象。陆之阳为人正直温厚，洁身自好。婚前他跟我从未逾越底线，婚后他从来没有桃色绯闻。他温柔小意，万事以我为先，人人都艳羡我，说我是捡了个大便宜。我结婚不久，闺蜜锦东便生了个6斤的千金。我和陆之阳受邀参加锦东女儿的满月宴，她回来以后一脸向往，小孩子多可爱呀，白嫩的小手臂像藕节，肥嘟嘟的脸蛋又像水蜜桃。我明白她的潜台词，但是我刚工作1年，还在事业上升期，我不想过早生小孩。之阳，我想等我们感情稳定了，再等等。我没有说下去。1年、2年、3年，他重重地把他的水杯砸在桌子上。到底还要等多久啊？他突然间不耐烦了起来。我被他突如其来的脾气给吓到了。之阳，你怎么了？他叹了口气，好像想起来什么。过了一会，他笑了一笑，脸色变柔和。没关系，九九还小呢，我会等你，等你心甘情愿的。我被他的反应搞得有点懵。其实一切事情早就有预兆了吧？是我太粗心了，我总是以为他是爱我的，我总是在骗自己。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容易沉浸在一个自己编织的梦里面醒不来。那段时间，他经常出门，他说他要忙公司项目，要应酬，他说要为我们的未来打拼。他说过要给我们娘俩遮风挡雨，他总是有那么多高大上的理由。我也曾经有过埋在心底的疑问，但是他换下来的衣服很干净，没有奇怪的香水味，也没有女人的头发。也许是我想太多了，我自言自语，按捺着不安和猜想。那天，陆之阳从外面回来，他眼睛发红，沉默不语地坐在沙发。他开始狠狠地吸烟，推云吐雾。突然间，他的手机电话响了起来，
他有些歉意地看着我。99，客户又打电话来，我去阳台听一下。我什么都没听到，只是隔着玻璃隐约看到他有些愤怒，又有些委屈，好像在祈求对方什么事。他哭了，我不敢再仔细看，怕伤害他自尊心。他不想让我知道，我就假装不知道好了。他去洗澡了，我拿起他换下来的蓝色衬衫，我检查了所有的口袋，里面什么都没有。我捧着那件衬衫，在鼻尖仔细地嗅了嗅，没有香水味，只有很浓的烟草味，若有若无的酒精味。难道他真的去应酬了吗？我想，我是不是错怪了他？他洗完澡躺在我枕边，便沉默不语。我主动凑过去，之阳，最近很辛苦吧？我温柔地靠近他，头轻轻贴近他胸膛，他全身僵了起来，不动声色地转过身去。我只看得到他的背，他闷闷的声音传来：“99，对不起，我太累了，早点睡吧。”他的声音有些掩饰不住的疲惫。明明我已经结婚了，可同事总以为我还单身。他们说我是事业女性，完全不像结了婚的人。其实我也不喜欢加班，我只是怕太早回到家，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偌大的房间了无生气。陆之阳忙于应酬，回了家也是倒头就睡。有时我在公司受了委屈，好想蹭进他怀里，试图从他那里得到一丝温暖，他却把我粗鲁推开。我太累了，今天不要了吧？他一副被榨干的样子。99，委屈你了，过段时间好好陪你。他蜻蜓点水般掠过我的额头，闭目休息。可能他真的累了吧？我体贴的不再跟他提要求，日子平淡如水，不尽如人意。也许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吧。或者女人总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意外总是猝不及防间来临。陆之阳的妈妈患了鼻咽癌。99，你是个好孩子，妈一直把你当自己女儿一样。妈希望你和杨洋能够早点生个孩子，妈怕是时间不多了，我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老妇人身形憔悴，泪眼盈眶，她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开。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生存的执念，即使自己没有办法生存了，但还渴望见到生命的延续，不是吗？我安慰她：“妈，你别想太多，现在科学那么进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陆之阳哭得一塌糊涂：“妈，我对不起你，以前是我不懂事，我错了。”回到家后，陆之阳给我跪了下来：“99，我们要个孩子好不好？我发誓一定对你和孩子好的。”99，妈最疼你的，你难道能眼睁睁看着妈那样子却坐视不管吗？无论怎么样，满足她最后一个愿望，好不好？陆之阳怕了，她是妈妈一手带大的，单亲家庭的酸甜苦辣她都尝过。妈妈为他受了太多的苦，如果他不是那么不懂事，妈或许还不会那么容易得癌吧。父母就是人类跟死亡之间唯一的屏障，他真的不想失去妈。事到如今，他只有求我：“99，我知道你很优秀，你会有很光明的未来，现在只是按下暂停键，以后都会好起来的。先把工作辞了好不好？”原来一切都是为了这个铺垫，可是看着他脆弱绝望的眼神，我还是动摇了。我辞了工作，从此成了全职太太。我衣不解带地照顾陆之阳的妈妈。回到家，陆之阳却对我分外温情。3个月后，我怀孕了。陆之阳很高兴，他笑得眉毛都要掉了。“99，谢谢你让我当了爸爸。”我撑着肥胖而臃肿的身子，来往于医院和家之间。陆之阳会陪我去按时产检，但我的脸色不可避免地憔悴了起来，像个黄脸婆，肚子上还长了恐怖的妊娠纹。
自从我怀孕后，他从我的卧室搬到了客房。他说这样就不会打扰到我睡觉，对我和孩子都好。怀孕20周，他陪着我去做产检，肚子里的宝宝已经成型了，强有力的心跳与我日夜相伴。从此，我在这个世上又多了一个血脉相连的人。陆之阳总是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我隆起的小腹，他的头贴着我的肚皮，细细听着胎心。就在他头贴近我肚皮的那一瞬间，我竟然听到了一个声音：生下来，我和思思就有小孩了，他一定会很开心，到时候我再和九九分开，希望九九以后不要恨我。但我们之间本来也不存在爱情，没必要勉强维持。我可以带宝宝和思思一起生活，九九可以另寻幸福，妈也会得偿夙愿，我们都会有完美的归宿。老公，我脸色苍白，以为出现了幻听，试探性问了他一句：怎么啦？是不是不舒服？宝宝不乖了？他关心地问，紧张地摸了一下我的肚子。然而，我却再次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宝宝可不能有事，没了孩子，我还怎么和思思在一起？只是这种日子实在太难熬，还是和思思在一起比较开心。她脸色怎么白得像鬼，有点丑，不过她本来长得就一般，现在怀孕了，更是不能看了。还是笑一下，安慰一下她吧。陆之阳对我笑了一下，温煦如三春的日光，是我平时最迷恋的样子。我如坠冰窟，手脚冰凉，胃里冲出来一股酸气。我挣脱他的手，一下子吐了出来，食物酸臭味扑面而来，呕吐物残渣喷溅到陆之阳的衣服上。他的眉眼闪现了厌恶烦躁的神色，只是很快便被他压了下去。九九吐了，又不是孕早期了，怎么还吐？衣服好脏，思思给我买的衬衫怕是要臭了。算了，再忍忍吧，毕竟孩子生下来也是我陆家的，随便安抚一下，免得他动胎气。那个声音响起，仿佛朝我的心窝上捅，一刀又一刀。那个声音响起，我慌张地朝他看过去，只见他换上了一副关心的模样。九九，怕是吃坏肚子了，我马上收拾一下，待会带你去看医生。陆之阳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反而很关心我的身体。换作平时，我一定很感动，可是他不知道，我竟然能听到他的内心戏。这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以及震撼，以及随之而来的愤怒。我冲进卫生间洗漱，我盯着卫生间的镜子发呆。镜子里的那个人还是我吗？稀疏蓬乱的头发，没空打理的妆容，乌青离黑的黑眼圈，暗淡无光的眼神。我的脸颊两拳还长出了淡淡的黄褐斑，我的脸色十分苍白，像失血过多一样。我捂住嘴巴，眼泪无声地从眼角滑落，用力擦干那些眼泪。我对镜子挤出一个笑容，深呼吸，我停止哭泣。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等从卫生间出来，我对陆之阳说：没有关系，我只是有点胃不舒服，休息一下就好。刚从医院出来，我不想回去，虽然脸色苍白，但是我还是强装镇定，微笑着。我不知道此刻我的笑是不是比哭更难看。真的没事，那我给你煮点姜枣茶暖暖胃。他用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似乎没有发热的征兆。陆之阳有一副好脸皮，他望向我的眼神中满是关切，沉默又深情。只是我的耳朵却传来不和谐的声音，刺痛着我的鼓膜。那是他的心声。有时候怀孕的女人就是矫情，随便躺躺不就行了，非得小题大做。不过今天九九还算识相，不然我可不想再去医院排队，累死人了。不用了，我只想喝点热水休息一下。你出去吧。我敷衍他。那你好好休息吧。他温柔地给我盖上被子，
关上了房间的门。九九怎么还不领情啊？算了，我还省事了。还是我的思思比较会撒娇。知情识趣，她的心声穿越了房门，传到了我的耳畔。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那些声音是幻觉吗？我是精神失常了吗？如果是幻觉，为什么会那么真实？我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纷乱思绪。思思是谁？质问并没有冲口而出。也许是我怕了，害怕得知真相，哪怕真相就像窗户纸，已经要一戳即破了。躺在床上，我开始认真复盘结婚这1年所发生的事。那些曾被我忽略的细节竟然鲜明地浮现，历历在目。抛开了那些光环，我才发现那个曾经躺在我枕畔的人如此陌生，让人恐惧。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我对他的大学生活的了解全凭借他的口述。我们没有共同的人际圈子，我社交圈子小，比较传统，会听从父母安排，说好听点就是乖巧贤惠，说白了就是没主见。相亲初识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他还说我一家一室。结婚以后，他便很快想要个孩子，甚至不惜联合婆婆一起道德绑架我。他忙于应酬，回了家也是非常冷淡，我却被他忙于事业的借口所蒙骗。可是我怀孕以后，他就立马从我房间搬了出来，还说是为了我和孩子。他一直说累，他永远有数不清的借口。他说我不懂事，没有夫妻情趣。男人天性永远如此。原来我一直这么傻。你不是累，你不是压力大，也不是没兴致，只是外面的野花太娇艳。你吃惯了野餐，回到家，你又怎么会再吃得下家常小菜？原来跟我没关系，根本不是我的错呀。我开始回想起来，那天他到阳台打的电话，他口中的客户。我不寒而栗，真相昭然若揭。我竟然陷进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里。这是一场针对我的围猎。我只是一个妊娠的容器，一个家庭的体面摆设，一个被蒙蔽的小傻瓜，一个悲伤而无用的女人，一个可怜的失去了丈夫的爱的女人。我像一只天真的羔羊，一步一步地走进他为我铺设的陷阱里，最后成了他桌上的美餐。是的，我确实没有任何证据，甚至他换洗的衣服里没有任何香水味和女人的长发。可突如其来的特殊能力，就像上天冥冥之中的指引，要让我在重重迷雾中找到真正的答案。图书馆，我坐在椅子上，在琳琅满目的书架里，有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目光。封面是2个眉目如画的少男少女，书名为《绯色温柔轻入怀》，看起来是一本青春言情小说。但不知为何，明明书架上有那么多本书，只有这一本让我驻足。怎么会有这么羞耻的小说呀？我喃喃自语，却没忍住翻书的手。翻开书页，我的面色逐渐凝重。男主的名字刚好叫陆之阳，女主前妻只有一个小名，唤作思思。更让我冷汗津津的是，女配的名字竟然和我雷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于小巷。他们无忧无虑成长，但7岁那年，一场意外，陆之阳父亲过世。陆之阳幼年失户，家中只余一寡母，便开始孤僻自闭，是思思一直陪伴他。在母亲的高要求下，陆之阳慢慢戴上了温柔假面，成了邻居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那个温文尔雅的邻居哥哥。少年的心思总是朦胧如雾，偷偷藏不住的是破茧而出的爱意，在长辈们乐见其成的隐约放纵下，只待一个光明时节便能茁壮生长。可惜这份爱在发芽时便已夭折，还是一个悠长深邃的乌黑小巷。女主被打晕，差点失去清白。
陆之阳挺身而出，但被打成重伤，男女主都因此进了医院。此时，命运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思思被查出来有卵巢肿瘤，尽管及时手术，仍然永久地失去了生育能力。对一个女孩的疼惜，可以轻而易举转化为怜爱。这场爱恋明朗于朝朝烈日之下，却被太阳的炙热所蒸发。家中独子的陆之阳，被母亲寄予了全部希望，他绝不能行差踏错。他的母亲不允许他爱上这样的女孩，一个注定没有未来的女孩。他甚至用生命去胁迫儿子终止这段感情。他们终究还是有缘无分。女主开始行走于灰暗之间，叛逆不羁，吸烟纹身，远离他的世界。后来，陆之阳顺从母亲的喜好，与性格乖巧听话的女配相亲结婚。但与女配结婚后，陆之阳却在一次商业合作时重新遇到了女主。他们宿命般纠缠、虐恋，禁忌中燃烧，至死不休。女配在照顾患癌婆婆同时还要照顾孩子，女配经受不住这样的日子，产后抑郁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她从天台一跃而下。陆之阳从此带着孩子和旧爱过上了幸福生活。我看着书上的文字，脑门上冒出细密的汗珠。恋爱脑没有好下场的，现在你清醒一点没有啊？有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我恍然一惊，脚步踉跄，一双有力的手臂及时地扶住我，还拉开椅子让我小心坐下。抬起头，他的脸很模糊，被无数的光所笼罩，我看不清楚。他身上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但让人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尽管看不见他的五官，但我听到他在笑，这着实有些诡异。你跟我之前的想象似乎差不多，很温柔。你是谁？我疑惑发问。不用睁那么大眼睛了，你现在看不见我的。随后沉默片刻，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份。我是系统，我的任务就是让虐文女配觉醒。系统，虐文，我有点震撼，还不懂。对于他们是甜文，但是于你而言就是虐文了。他解释道，你现在就是虐文女配，现在你必须搞清楚你的处境，否则一切都会重来。这么说，我听到的心声都是真的。我心中苦涩，当然都是真的。我给你用了道具读心神探，这可真是有点亏，一下子就用了500积分。他的声音有些心疼。500积分要攒好久呢，你怎么证明是真的？我还是怀揣着最后一点希望。为什么我看不清你的脸？你是不是人？因为机缘还没到，所以你看不见我。他卖弄玄虚，等你完成了任务，你会看见我的。至于真实性，你翻到35页。他严肃了起来。我快速地翻页，看到了一串数字字母组合。没错，这串数字是微博小号。你回去慢慢看，要做好心理准备哦。他叹了口气，身影在我眼前消失。我猛然惊醒，发现这只是一个梦。可这个梦太真实了，真实到我还能记得住那本书上所讲的情节，真实到我竟能记住那一长串数字。如果我不是精神异常的话，那就是真的。不信邪的我决定实际的验证一下。我掏出来手机，陆之阳之前不让我多刷手机，尤其是小视频。他说没有营养，他说这样对宝宝不好，会有辐射，而且对胎教也不好，不如听听音乐，还能陶冶情操。我打开抖音，慢慢地输入那串梦中的数字，我的手在微微发抖，但是我克制住了。输入完毕，弹出来一个搜索的用户，我点开了这个用户的首页，我的心脏在砰砰砰地跳动。点开那段视频，是2个夕阳下的背影，是火车沿途的风景，结尾是一双握住的手。
戴着情侣款的银色戒指，骨节分明，手指修长，那一只被握住的手，无名指处有个黑痣，太明显了。我的心脏仿佛被击穿了。结尾的文字是“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你是冬日的暖阳，夏天舌尖上的草莓冰淇淋。这样，我点开评论区，下面是一水的评论祝福和支持。他们相遇、别离、拉扯、重聚，太有爱了。也祝福他们恩爱到地老天荒，原地锁死，心理变态扭曲人世走开，纯爱专区请勿触碰。我已经能够想象出来神仙颜值了，是我狠狠磕过的小说 CP， 前排一定是知情人士，能不能透露1、2啊？真太令人感动了，手控福利呀！游子们速来围观，这个号太火了，竟然有100万粉丝，思绪汹涌澎湃，如炽热岩浆喷溅至冰冷海水。我的爱意刹那消失，只留一点冷掉的黑色余烬，以及被凝固的丑陋现实。我忽然间想起来一件事，这件事我想做很久了。我们结婚那天，他醉得东倒西歪，睡觉前他神经质一般，又哭又笑，可是却抱着一个旧盒子不肯撒手。我想打开看，他还不肯，我不敢明抢他的，怕伤到他的手。后来呀，他孩子气得笑了，开始碎碎念：“99，这是我的嫁妆呀，我的心化得像一汪水，等我嫁了才可以开，现在不可以吗？”我逗他，嫁给我的小傻子，他却昏昏睡去，没再理我。我本想打开，却无奈盒子上有一把锁，后面想起来，盒子不见了。我以为他后面会拿给我看的，但他好像忘了一样，从未提起。现在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盒子，趁他上班不在家。我翻遍了家里的角落，终于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找到了。这一次，我用工具狠狠地撬开了锁，盒子开了，里面有一把檀木梳子，一张照片。我拿起那张照片认真看，是2个依偎在一起的身影，依稀从背影看出来是穿着校服的少男少女。左边的背影我太熟悉了，是陆之阳；右边的背影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我翻过那边照片的背面，写了一行字：“你是年少的心动。”我认出来了，那是陆之阳的字。我的肚子被宝宝踢了一脚，我的心脏一阵阵痛了起来。不知何时，我已泪流满面。你是妈妈的小天使，可是如果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却要接受这样的家庭，妈妈对不起你。我摸了摸肚皮，自言自语：我要如何向那双未来的澄澈眼睛交代？你的出生只是一场阴谋诡计的结果。告诉孩子，你的爸不爱你的妈妈。你出生以后，你爸爸逼死了妈妈，或是妈妈死了以后，你爸爸再给你找了一个新妈妈。接着我又想起来另一件可怕的事，我是独生女，怀上宝宝那一刻，我才真的体会到为人母亲的苦乐。如果上一辈子，我真的按照书上安排的那样，产后抑郁自杀身亡，我的双亲会哭得怎样肝肠寸断？他们只是希望我平安喜乐，为我寻最合意的夫婿。若是他们知道我的死亡背后竟然是如此的不堪，他们要怎么样活得下去？不孝女，原来是99啊！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命运车轮沿着原有的轨迹到来，我也绝不相信我的命运要被一堆纸张上的几段文字所主宰。他们是不能将就的真爱，撕心裂肺、痛彻心扉的宿命伴侣。那我算什么？我是个笑话，是小丑，是陪衬。我以为婚姻即便没有爱情，至少还有承诺和几分情谊，可原来这一切不过是我可笑的自我安慰。一纸婚书，消享百年盟誓，奈何欢情顺势，镜花水月，汲取脚下土地的营养，却绽放出鲜艳美丽的罂粟花，
结出让人沉沦的毒药。这绝不是什么神仙爱情，是对另一个女人欺骗，是他一生的痛苦，是他血淋淋撕扯的骨肉。我绝对不能做别人幸福的踏脚石，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饭桌上，我喝着汤，看着陆之阳心不在焉的在吃饭。老公，你上次出差回来，内裤怎么多了一条啊？我笑吟吟地问他，他想了一想，随后堆着笑说，当时住酒店的时候把裤子弄湿了，就让酒店前台帮忙买了一条。老婆大人，你就别瞎想了，难道怕我收错人家内裤吗？是啊，往常我真的太好哄了，我总是从细微末节寻求他爱我的证据，哪怕是一句老婆大人，我也甜到心底，被他的甜言蜜语和插科打诨所糊弄。可是我听到他的心声响起，糟糕，九九说的裤子好像是思思给我买的那条。九九怎么突然间有这么大的疑心？我要提防一下才行。我心里发冷，心脏好像有一个漏风的洞口，风从那里灌进来，发出呼呼的声音。是我想的那样吗？你和你的思思。我面不改色，继续进攻，以退为进。8月份，妈可能要进行第3期化疗，医院那边主治医师打电话过来，说8月1日办住院才有床。老公，妈说这次想你陪着，她上次只喊疼，晚上也要人扶着上厕所。我月份大了，现在也不大方便，你不会不愿意吧？我本来想去的，妈愣是不让我去，上次就说了我。我摸摸肚皮，温柔地笑，她似乎呆住了，又没法想出借口拒绝我。九九，怎么会呢？只是公司那边有个项目，本来8月1日要提交，我又是项目负责人，我都是为了攒你和宝宝的奶粉钱，不能请假。我装作委屈巴巴的样子。上次肿瘤科的华主任就说了，他下次不让我去陪护了，怕有风险。我垂下眼，我看着他的表演，像个小丑。要不是听到他内心的慌张失措，我怎么会识破他这高超的演技？8月1日可是我跟思思的纪念日，难道约会就要泡汤了吗？九九怎么变得不懂事了呢？以前也是他照顾我妈妈，他以前明明很体贴的，妈喜欢九九，待她像女儿一样。要不是妈拆散了我和思思，我和九九怎么会结婚？和思思的纪念日是早就定下来了的，所以这次还是委屈一下九九好了。再说了，九九本来就有照顾我妈的义务，不管了，就说要工作，他会体谅我的。我压一下心底的愤怒，开始虚与委蛇起来。你不仁在先，我便不义在后，待我像亲女儿的婆婆。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儿子根本不爱我，将我推进这不见底的深渊里，再假惺惺地问我死了没，这不是鳄鱼的眼泪吗？难道她就没有一点责任吗？为了要一个孙子，她无视我的前途，她无视儿子的出轨，一味地装聋作哑，甚至是恶意纵容，将我当作一个牺牲品，跟她自私缺德的骗婚儿子有什么两样？我必须要反击回去。老公，那妈化疗没钱了，如果你实在没空，就把银行卡拿给我吧。我装作体贴地说，他面色微不可觉地变了变，立马埋头吃菜，装作没听见的样子。怎么还要银行卡呀？九九原来这么爱钱吗？算了，为了我妈，为了思思的约会，先把最小存额那张卡给他。反正还有一张50万的卡，他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被我读取。为了安抚我，他温柔绅士地抚摸我的头。我忍住恶寒，后背激起细密的疙瘩。九九，辛苦你了，忙完项目，我马上过来陪你好不好？到时候你就回家休息。他掏出了卡，卡里只有10万块钱了，你要省着点用，
不然我怕宝宝出生了没有奶粉钱。其实我也曾经是个感性的女人呐，我那么喜欢读诗词，他又曾是那样温柔的人。那时候我读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已时，曾哭到不能自已。他哄着我说要给我种一棵桃花树，等他死了，我看到桃花树就会想他，那一定是件浪漫的事。我生气了，捶他胸膛，我们才不会生离死别的呢。其实现在才知道我有多可笑，要被逼死别的人是我，要蓄意生离的人是他。那些美好是他给我造的专属幻象，他以为那是给我的恩赐，他规划好了我的用处和轨迹，好像我是个工具。他分明知道我的体贴细致，他想用我的好，却当成理所当然。可是我有什么错？难道我就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幸福吗？桃花树本就多情，却不为我一人开。我恨他懦弱妥协世俗，恨他的温柔致命，刀刀杀人。我恨他把我变成了这样，我恨他竟从未爱我。我现在身怀6甲，又辞了职，再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一旦未来撕破脸，钱就会显得非常重要。一想到钱，我恨得差点咬碎了银牙。如果不是被骗婚渣男蒙骗，我也不会辞职当全职太太，说不定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但是现在，我需要钱来做更重要的事。我决定从那个抖音号下手，调查另一个男人的真实身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为此，我需要更多人的帮忙。我跟闺蜜唐音坦白了这件事。99，他怎么能这样对你？他一副人模狗样，没想到是个黑心骗婚渣男。99，不要怕，我永远站在你身后。他的语音消息带着哽咽和心疼。我需要你的帮忙，唐唐。我说，唐音是个出色的设计师，有着自己的工作室。我们是大学舍友，原本我也是那一届毕业的优秀学生，但后来我却辞职做了全职太太。唐音虽然觉得很可惜，但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也从来没有讲我。我找唐唐是看上了她后，面的人际资源。她的男朋友曾经是刑侦出身，后面转做保安公司了。他们私底下也会承接一些私人调查业务。唐唐，我现在知道的线索是他们的抖音号。我昨天还看完了他们所有的视频，当然，我注册的小号看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分析了一下，21应该是2021年8月1日，这是他们正式在一起的时间。但是他们认识是在上学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暑假。经常出现在视频里的建筑物我已经截图了。我用 Google 识图分析了几个可能的地点，但是具体还是要专业人员进行调查。那个人的名字里面有个私字，但是也有可能是外号或者小名。我希望你男朋友的公司能够接我这单业务。我向他赚了定金，干嘛转这么多？你不拿我当朋友？唐音凶巴巴地说：“这是从陆之阳那里搞来的。”我解气地说道。然而，唐音还给我出了个更损的主意。办老太太住院的这天下午，我艰难地推着老太太的轮椅，在1楼交钱大厅，我突然间捂住肚子，大声呻吟起来。我两眼一眯，就摔倒在地，晕了过去。围着的一群人骚乱起来，老太太也吓得大惊失色。快来救我媳妇哟！我媳妇怀了孩子的，医生快过来！醒来的时候，唐音和我父母都已经在病房的床前候着我。我被转到肿瘤医院附近的妇产专科医院 VIP 单人间了。爸妈好像都是哭过的样子，眼睛红红的，满是血丝。妈妈更是坐在病床旁，拉着我的手不松开。我还没说话，妈妈就轻轻啜泣了起来。99，你这孩子，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们，要不是堂堂跟我们说了，我们还被蒙在鼓里。他心肠软，往常就为些小事担惊受怕。你现在身子还有哪里不舒服？不善言辞的爸爸也插嘴：再大的事情，有爸妈，爸妈养你。了解了前因后果们，老爸老妈才松了一口气。九九，你怎么能吓爸妈呢？妈妈嗔怪了我一句。可是笑着笑着，他又开始眼圈发红。支开爸妈后，堂堂向我交代了事情的进展。他捂着嘴笑了出来。九九，你知不知道今天下午很滑稽？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陆之阳是采取两头骗的策略请到假的。他跟公司的请假借口是母亲得癌，需要办理住院，公司自然爽快批了假。然而他却骗我说公司要忙项目，他跟他的小情人一起昏天暗地纵情声色去了。渐入佳境你侬我侬之时，却被他妈打电话薅了回去。妈，你打过来干嘛？你知不知道我有正事要忙？狗崽子，你不要你媳妇，要不要你妈了？陆之阳就这样被他妈骂得狗血淋头，不得不去医院收拾烂摊子。只可惜他那野鸳鸯，不对，是狐狸精，跟他闹好大的不愉快，让他两面夹气。唐英还跟我说，跟踪陆之阳的私家侦探已经把他们的亲密图片都拍到手了。唐英从一个信封里掏出一大沓照片，对方叫孟思，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娱乐圈人士，是3线小白花女星，曾经在几部校园言情的网剧中饰演恶毒女配，演技得到了网友们的盖章。我看了看那张脸，不愧是被写成言情女主的人，气质是纯欲中带有一丝天真，眼角吊着一段风情，暗黑开出的危险玫瑰，细腰是他杀人不见眼的刀。我摸着我的肚子，盯着这张照片，一时感慨万分，长得还可以，怪不得陆之阳爱得死去活来。我听说过一句话，漂亮的女人藏着数不清的秘密，也不知道她们这份轰轰烈烈的感情经不经得起考验呢？唐英回味过来，他笑了一下，意味深长：九九，你是不是觉醒性格潜在面了？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继续往下说，演员处于名利场中心，俊男美女天天亲密接触，真假爱恨，谁又说得清？想要在争奇斗艳的花丛中脱颖而出，成就一番事业，恐怕得付出不少吧。要是在千辛万苦的攀登中，忽然发现一条捷径，换做谁都很难以拒绝。九九，你还挺坏的嘛。唐英嬉皮笑脸，已经领会到了我的话外之音。女人不坏，反受其害。我镇定下来，吐出一句话。陆之阳后面还想着给我打电话，爸妈和唐英轮流唱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把他忽悠得团团转。陆之阳没有办法，给他妈请了个护工，可惜他妈得癌以后性格不好，动不动就跟护工吵架，还嚷嚷着要儿媳妇过来照顾，不然就在病房哭天抹泪，搞得医护人员都怕了他。护工阿姨自然辞了不干，他在家前人家也知道是硬茬，他妈在护工圈子里都名声臭了。他厚着脸皮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问候我，试探我什么时候出院，可我没接。呵呵，陆之阳他妈住院化疗的第3天，他没了办法，开始给我发送着矫情肉麻的消息。九九，我和妈都想你了，我过去照顾你吧。九九，宝宝好不好？有没有闹你？今天我给宝宝买了衣服，蓝色和红色的都有，很可爱。想吃九九做的菜了。可乐鸡翅好久没吃了，九九怎么还不回来？妈整天念叨你。九九，我照顾妈好累，快撑不下去了。公司那边也忙。我看着他发来的信息，心中酸涩。
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想着用以前的招数对付我。他从来没有想过，以前我挺着大肚子去照顾他妈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对于某些人而言，痛苦只有加诸于自身的时候才会加倍。但是为了恶心他，我决定比他更矫情。老公，我也很想你哦，天天想亲亲你，抱抱你呢，爱你的久久。但是宝宝不乖，这边医生说我要静养，不能情绪波动太大，等过了这几天再说好不好？我这边又要挂水了。回聊，微信那头的陆之阳看到我的消息，不可抑制地生起气来，他一向温柔可亲的面孔也显出了几分扭曲来，目光愤怒。他的样子把医院走廊尽头正在搞卫生的清洁阿姨和在周围活动的病友们吓了一跳。当我打下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大脑出现了系统的形象。他有一副正太的小脸蛋，眼睛很大，笑起来有2个可爱的梨窝。奇怪的是，上次的他分明身材更高，看起来更加成熟。但还没等我想明白，我就听到了他萌萌的声音：“宿主你好，为你开启虐文女配自救系统。叮咚，恭喜你使男主陆之阳情绪稳定值掉5%，迷人值掉5%，系统到账积分加10分。你是系统。”说完后，我后知后觉地捂住嘴。宿主，你现在不用捂着嘴了，你跟我说话，别人看不到的。他有些无奈，用看傻瓜的眼神看着我。你是一直在我的大脑吗？为什么以前不提醒我呢？怎么现在才出现？我有些哀怨，对不起了，是我来的有点晚。他眼神闪烁，似乎藏了许多故事。不过我也是刚被选中当你的系统，你的恋爱脑阻止了我的苏醒。他悠悠叹气，忧伤地表明他只是被派到本文世界历练的小系统，没有工作经验。那后面你怎么醒了？我有点好奇，因为你相信我说的是事实，并且采取了行动，才能被我拯救。系统回答了我的疑问，因为我实在太恋爱脑了，他作为系统都看不下去了。他狠了狠心，把自己存的积分老本给我换了个神级道具，我才如梦如醒。打工还要自己掏钱，资本家听了都要落泪。听着系统絮絮叨叨，我才明白了这个世界的设定。由于他之前已经给我看过虐文的大纲，我接受的也很快。他说他的存在意义就是给被虐女配一个幸福的机会。这个世界源于一本言情小说，剧情有些狗血，是虐恋情深的戏码。2个主角都有着自己的设定和气韵，换言之，有着自己的主角光环。陆之阳拿的是温柔体贴、知情小意的人设，还具有万人迷加成，所以他的亲和力特别高。他的脸、性格都有着温柔可亲的一面，陌生人会对他产生不明所以的信赖感，所以我的父母和朋友会轻而易举地接受他。另一个女主梦思则是纯欲性感美人蛇人设，没什么，就是性张力吓人。而且她有事业天赋加成，凡是她想做一件事都会变得十分顺利，也会得到贵人相助。即便她风言风语，也会粉丝定义为真性情。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维系他们人设的基础。同时，主角对于自己的人设具有一定的控制度，一旦人设自行选择崩塌，故事线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我要做的事很简单，就是破坏他们的人设或者感情。一旦他们的感情或者人设受到影响，我就能够得到系统的奖励，奖励积分可以兑换系统中的道具，帮助我更好地完成任务。一旦我全部完成任务，我就可以选择实现一个愿望，甚至包括从这个世界离开，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世界重来。听了系统的话，我有些感动，不是差点开心到呜呼起飞。
我没想到，我作为狗血言情中的被虐女配，还有被拯救的福利，在复仇渣男贱女的时候，还能顺便爽一把，值了，真的！我兴奋地对系统说：“10分，我能兑换什么道具啊？”系统耐心解释：随机简单道具3分，一般道具5分，中等道具20分，高级道具50分，神级道具500分，稀有道具1000分。我想了一会，那我选一个一般道具吧，一个随机简单道具吧，剩下2分先存着。叮咚，你有一个随机简单道具和中等道具到账。中等道具，请在上帝掷骰子，粉红色的回忆，爱神之吻，厄运者，好运锦鲤，先知的眼睛中选择一个。我选好运锦鲤。好运锦鲤使用说明：使用该道具后会让使用者变得幸运，运气可以传递至亲近的人，使周围的人也变得幸运。使用有效期是1周，还不错呢。我想。随后我打开了随机简单道具透视眼，有效期1天，使用者会拥有犀利的眼神，可以在微观层面感知到别人身上的疾病。这个道具看起来就有点鸡肋了。我想，我对系统说：“那我先尝试一下好运锦鲤吧。”使用道具后，我并没有感受到变化陡升。其实，我也是为了用魔法对抗魔法。因为女主梦思也有事事顺利的加成，所以我也想体会一下做锦鲤的感觉。沉默着过去了5分钟，突然间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喂，您好，请问是田99女士吗？我们这里是 XBM 公司。您上个月曾经在我们公司的抽奖微博上留言，您还记得吗？我傻了眼。XBM 公司不是诈骗。上个月我确实在无聊的时候跟风转发过微博，因为我看见他们家新出的豪车款式非常漂亮，设计也很时尚，很多人都在他们家微博下面许愿，梦中情车，这辈子搬30年砖还能拥有吗？后来他们官方抽奖，我全当乐子玩的。1天后，我被通知去4S店提车。于是我从医院偷偷溜出来，1小时后，我挺着大肚子，踩着油门，开着敞篷超跑，在高速上兜风，惊呆了一路擦肩而过的司机们。刚才那女的是不是孕妇？兜风回来，我把车停在商业停车场里，我打电话爸妈，爸妈，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说，你们赶紧把所有存折拿过来。因为我的语气过于沉重严肃，他们都吓坏了。20分钟后，爸妈急匆匆地跟我会面。99，你怎么了？别吓爸妈，是不是在外面欠了网贷？妈妈心急如焚。不是，爸妈，我最近走运了，被幸运之神眷顾了，抽什么奖都中。我认真地说，99，你不会是被诈骗了吧？一向沉稳的爸爸也着急地插嘴：“爸爸妈妈知道陆之阳他欺负了你，让你受了委屈，但是你千万不能走歪路啊！”爸爸妈妈以为我受了刺激，直到我带他们去看了我的豪车和汽车产权证，他们才终于相信了。那天晚上，我们取出一半的钱用于买各种类型的福利彩票，为了减小目标，我们都是分散购买的，其中不记名的即开型彩票占了部分，另一半的钱，我开了数个股票账户。虽然我没有很强的理财知识，但架不住我现在是人形锦鲤，我随便选的基金和股票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利又滚利。再加上爸妈购买彩票所获得的收益，用这些钱，我撬动了天量杠杆。1周过去后，我顺利交割出场，用父母的名义购买了大宗的坚挺不动产。我看着银行卡里的那串数字，笑开了花。这是一个我过去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现在，我终于相信这是一个小说世界了。
我过得春风得意，陆之阳那边却过得有些惨淡。爸妈心疼我，让我转进了一个私人的高级医院进行养胎。爸爸恐吓陆之阳：“你如果让我女儿出什么事，我们一家不会放过你。”妈妈装作悲伤的样子：“我们久久命苦哦，现在还要住院。”因此，陆之阳不敢来骚扰我，但却经常和他妈妈起争端。以前居中调和的人是我，受委屈的人是我，但我从来不会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因为以前我总是怕给陆之阳增加麻烦和困扰。可是我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他呢？我穿上遮盖身形的昂贵风衣，戴上墨镜，带着从保安公司请的一群体型壮实剽悍的保镖，以及知名律所的顶级律师、会计精算师等。一行人红红火火来到了线下最红火的地娱集团公司。我对前台淡淡的吐出一句话：“我想谈商务合作。”也许是我的豪车过于招摇，也许是我的土豪派头太过唬人。公司的负责人很快地出来见了我：“这位女士，请问您怎么称呼？”他毕恭毕敬：“你不用知道我的身份，我只是想来谈一笔生意的。我对贵公司的影视业务很感兴趣。那您是有想合作推广的广告？那这个您跟市场部谈就可以了。”“不，您误会了，我是来谈收购的。”我轻轻一笑，得益于资金充足，我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拿下了这个公司。公司的法人顺利进行更改，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外界人士却无从得知。我把业务部负责人叫进办公室：“公司最近的网剧收视率怎么样？”“领导，还可以。现在我们旗下有很多出类拔萃的艺人，剧本也写得不错。最近热播的校园甜宠剧《薄荷凉夏》，半甜旧时光就是我们公司投资的，目前公司运营收入业绩不错。”我特意挑了这一段剧，开始给负责人播放。只见屏幕中的女人一身名牌，身材窈窕，俨然一个富贵娇俏千金。许之游，你也配和我凌霜抢男人？你一个连小提琴有几根弦都搞不清楚的女人，还敢跟我争乐团独奏？像你这种人，只配跪在我脚下臣服。然后他打了女主一个耳光，盛气凌人。屏幕中滚动的弹幕是：“哎呀呀，这姐演技超神了吧，好带感，恶毒女配我好爱，实力碾压一切小白花。”负责人面露不解，一时吃不准我的心思。孟思是我们旗下的女演员，但她的演技还不是最拔尖的。她觑着我的脸色：“小刘啊，像这种青年演员，我们要多给机会。虽然她青涩，但是贵在真诚。这个气质，我看完全可以再演绎几个典型形象，提高粉丝粘性。我要你把她推向大荧屏，让这张脸占据每一个角落。去市医院肿瘤科病房，杨洋，妈好难受，这里也痛，那里也痛，你快去帮妈叫医生来，快去啊！”躺在病床上的女人在呻吟呼喊，辗转反侧：“妈，医生才走。华主任刚才说你这是化疗的正常反应，已经用上强效止痛药了。”陆之阳陪着笑脸，温声细语，试图安抚她：“妈今天早上已经让他喊了5、6次医生了，连最温和的华主任都免不得有些不耐烦了。他也不想得罪了医生，这样对妈的病情也不好。闭嘴，我让你叫就叫，你不叫是不是想我死啊？”他忽然间用手往病床旁的床头柜上一扫，砰的一声，只见玻璃杯掉在地上，碎片裂开，洒落一地。“你就不能忍一下呀？为什么要这么矫情啊？”陆之阳几乎是吼了出来，他的温柔面孔破裂了。隔壁病床的患者和家属纷纷侧目，对他行注目礼：“陆之阳，我是你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连99都不会说我，
他说着，竟在病房嚎啕大哭起来。陆之阳失去了耐心，摔门而去。我正在疗养院的后花园眯着眼晒太阳，脑中响起系统的声音，向我实时播报：叮咚，恭喜你使陆之阳的情绪稳定值负10%，迷人值负10%，系统到账20分，任务进度15%。系统再次冷不丁地冒了出来。他这次的衣服上有一个可爱的红色蝴蝶结，只是脸色有些苍白，不知为何，有些憔悴。宿主，你干得不错嘛，什么都没干就已经让男主破防了。系统欣喜的声音表明他对我的工作进度非常满意。我笑着说，那是因为我以前干得太多，现在只是让他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而已。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有天赋，恭喜你成了富婆。系统微笑道。系统，你怎么会脸色变苍白？你难道还有其他工作？我有些担心。这个世界就是我唯一的世界，系统不会出身体问题，我只是能量不足。他愣了一会，小手擦过发痒的鼻尖，神情有些不自然。可能是没想到我会关心他。我能量不足，都是因为你的任务进度不够快。他有些凶。你还有一个道具没有使用，现在要兑换新道具，还是再等等？好吧，那我再加把劲。还有什么好的道具啊？我因为尝到了甜头，所以对系统的道具商城产生了浓厚的兴奋。你现在总积分还有22分，那我兑换一个中等道具。好的，叮咚，中等道具礼包已到账，请签收，祝你使用愉快。中等道具，你可以在撒旦低语、国王权杖、纳西索斯的黄水仙三者选择一个。这次的道具连名字都有点意思呢。我选了纳西索斯的黄水仙。黄水仙使用说明：使用者会放大对自己的自恋，会追求更加完美的外表。道具有效期3个月，该道具仅限在他人身上使用。纳西索斯的黄水仙，自恋者对镜而死，是时候去会一下让陆之阳魂牵梦绕的女主了。又一个计划在我脑海中勾勒出形状。今夏最炙手可热的剧本《黑茉莉之夜》来自于地战之手，而我将是该剧最大的投资推手之一。孟斯的后来的经历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自从辍学以后，他便到某高奢品牌当了柜姐。后来一个封面摄影师被他的颜值所惊艳着迷，为他拍摄了一组性感冷艳的高级风照片。他火出了圈，他顺利地签署了地娱公司，当起了日入208的小明星。由于外表出色，他资源很多，粉丝围绕，顺风顺水，香车宝马，雪柳金缕，珠光宝气，美人心计。女人的战争不会有流血牺牲，却比刀光剑影的战场更烟尘滚滚。书中的黑茉莉之夜制作精良，足以留名影史。不过，女主角跟许多男配都有感情线，争议很大。如果没有足够的演技支撑，恐怕难以服众。原来的女主角是实力派女演员袁志。这次我受意接下该本子的导演陈飞，重点关注我们公司的演员。陈飞的桌上将出现一组让人抓心挠肺的照片，像推下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我在尽头等着他入局，等那张牌慢慢倒下，优美中死亡，戛然而止。陆之阳柔声细语地哄着对面的女人，那个女人穿着一身香奈儿的套装，戴着墨镜口罩，腿长腰细，体态优雅，气质冷艳，很是吸睛。她咬着唇，泪光盈盈，倔强而清冷地看着陆之阳。思思，对不起，我最近没有时间陪你了。你知道的，我妈又是那样的情况，我必须回医院陪护。女人终于抬起头，
唇边一抹冷笑：“为什么？你以前不是让那个女人去吗？你不会是心疼她吧？你难道不爱我了？”他扬起了眉，开始不耐烦，质问陆之阳：“思思，怎么可能？我爱的从来只有你，我只对你有兴趣。那我们去老地方，我要你陪我。”女人伏在他耳畔，轻轻说话，吐出来的气息却让人发痒。他忽然呼吸一滞，手上开始不安分。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被男人牵起手。电话却突然响起来，打断了空气中的暧昧。“喂，请问是四床刘英的儿子吗？你妈妈在病房哭闹。”陆之阳越听脸色越发不对劲。“思思，我现在必须去医院，行吧？”“我就知道，你为了你妈什么都不管。”孟思不耐烦地甩开了陆之阳的手，开车离去。他并不是没有人追求，可他疯了一般痴迷这个男人。从年少时的羁绊到成年的沉沦，他已经在无边风月中越陷越深，心思烦乱。在片场中的他几次 NG， 状态不佳，整个剧组的拍摄进度都因此受到极大影响。暑气热得人心烦躁，导演的脾气也直。“孟思，你还想不想拍戏了？是不是要下我老梁的面子？如果不是你经纪人刘玉一直求我用你，你以为你能有这个角色？”孟思偏过头去，沉默不语，只慢慢挨，眸中不自觉溢出泪花。原本高傲的玫瑰花，带了盈盈露珠，也让人动容。梁导演虽是糙汉子，但也不是那么冷血无情的人。“我看你状态不太行，出去调整一下吧，明天再拍这场。”他撇开所有人去了酒吧。这个酒吧是明星的聚集地，只有在肆意的音乐声中，才能遮掩住心跳声的孤独。他扭着腰肢，戴着假面具，灯光四射，跟着节拍舞动摇摆。有个男孩围着他，为他挡住周围的有意无意的贴近，在他的耳边轻声嬉笑：“姐姐，我等你很久了。”孟思抬头，知道那是剧组的小弟弟徐少商，他只是笑：“干嘛？泡妞往那边走，我对弟弟没兴趣，别白费力气。”孟思往吧台走，点了一杯又一杯的酒。徐少商又跟了过来。一个人喝酒会很闷，酒气熏人，逼出来平日的那些难耐。孟思头一次没有拒绝，划拉着手机，烦躁闷乱。他将酒杯胡乱按在吧台。酒业四溢，营销号最近开始拉踩他了，甚至有的还说他是花瓶，五官乱飞，网剧出身就是低级，只会演一些刻板人物。他无从辩驳。“其实你也觉得我是个花瓶吧？”“怎么会？你的演技很有质感，只差一个机会。”徐少商看起来是个不羁的富家少爷，不知为何混了圈。他难得温柔，口吻严肃，说出来的话让他内心妥帖。后来也不知是谁先主动，他放纵自己，好似做一个迷梦。第二天，我的手机收到一条消息，打开一看，是一张图片，是张打了马赛克的图片。虽然像素不是很高，但关键的部位却又那么清楚，隐约看见背景是个轻奢酒店，可谓是春光乍泄，让人浮想联翩。我滑到后面是一行文字：“花已摘下。”是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顺利，我这还没上道具呢。原来他们的感情也并没有那样不可击破。我冷笑出声，打开银行账户，输下一串数字后点击了转账。随后我在手机屏幕上敲下一行字，点击发送，费用已付，务必服务到位。叮，我的手机再次震动起来，任务已收到，包君满意。我想是时候回去了，不回去又怎么能亲眼见证这场闹剧的下场呢？我把那张图片保存了起来。这张照片我另有用处，我很想知道
如果陆之阳看到他放在心上的白月光背后竟然是如此的不堪，会是什么表情？最起码，他终于尝试到什么叫背叛的滋味。但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我跟爸妈认真地说，事情总要有一个结束。爸妈叹了口气，同意让我离开疗养院，回到陆家。他们相信我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回到陆家后，我开始伏低做小，甚至故意讨好陆之阳和他妈妈。婆婆住院时，我不厌其烦地满足她的不合理要求。我甚至还大气地劝陆之阳：“之阳，妈出院后接到我们家一起住吧。”陆之阳的脸色有些古怪，没有马上答应。他妈妈刘英却急了：“阳阳，你是不是不愿意看到妈？”陆之阳不敢忤逆他妈，便勉为其难答应了。娶了久久，才是你的福气。他妈哼了一句。其实我知道，陆之阳是在担心，一旦他妈住进来，他就再不能明目张胆地去鬼混了。我的内心掀起一阵快慰来。自从跟徐少商在一起以后，梦思变了。反正世界这么大，难道不许他多体会一二？由此，他有了更多的经历，不同的身体，丰富的感觉。回忆起那条幽深的小巷，也许在那一刻他就死了，活下来的是他的空虚的躯壳，贪恋着世俗的愉悦。他笑着，闹着，突破底线后，再也不用为谁守身如玉。既然已经这样，他也想通了，不如用他的所有去交换一些东西。陈导，我听说您在选角，你觉得我怎么样？在觥筹交错的酒宴中，他大胆地坐在他身旁，为他斟酒陪笑。小梦啊，你的作品我都看过，还是缺乏点感觉。你看，你的前辈阮智，他的演技和气质就很符合。这么说，我没机会了吗？陈导，我想多学习一下嘛。他压了嗓子，身段婀娜，似柳条，攀了上去。男人喝了杯中的酒，便难以抵御摇晃的风情。这样吧，晚上你把剧本拿过来，我亲自试戏，看你的表现，我再跟出品方那边商量下，好吧？3天后，《黑茉莉之夜》正式开拍，孟思主演，阮智作配，时机终于成熟了。我再次召唤了系统，使用道具吧，就用在孟思身上。宿主，你确定要使用该道具吗？但该道具只会增加女主对自己的迷恋，似乎没有大用处。我神秘微笑。系统，你不懂，没有人会不在意自己的容貌，但在屏幕的加持下，这种迷恋会转化为对完美极致的追求，普通人的焦虑只是1、2日，过了那会也就丢开了。可是，一旦变成音色影像，那张脸会被千万人围观。系统看着我，愣了片刻，却露出了然的笑。宿主，你其实很聪明，之前是我看错你了，不是，是你帮了我，不然我没办法做这么好。黑茉莉之夜是一部玄幻大女主剧，主要写女巫师茉莉从凡人成长为森林女王的经历。她跟精灵族王子、人王、兽族守卫长都有对手戏，但并不是一味的沉溺恋爱，主要还是围绕她个人的成长以及对森林的守护，最后联系各界力量，战胜了魔界，保卫了圣器。她也成了森林女王。剧本很丰富，特效很花钱，摄影导演都是一流，本来会是顶级作品，但他顾着表现颜值，想在荧屏的每一刻都完美呈现。本来演员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美色谁不爱呢？不过一旦这种念头如脱缰野马，事情就会变得不可控。流出预告片后，他开始被网上各种各样的评价裹挟，这是抠图了还是脸僵了？一点表情都没有，木头成精，日入208，就给姐看这一股子油腻味道，缺洗面奶，
女配阮雉才是实力派吧？精灵公主又飒又美，射术惊人，女主比不上女配。女配动态实美，女主好像没灵魂。孟思将手机都摔碎了，但是她没办法忍受。她看着镜子，便自觉每一处都是精雕细刻的完美。但这还不够，她要更美，她要那些人都为她痴迷。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婆婆刘英搬了过来，陆之阳不能明目张胆地出门。最近的陆之阳肉眼可见的不耐烦了，似乎忍耐不住了。系统告诉我，经过我不懈的努力，陆之阳的迷人值和情绪稳定值降低了很多，甚至现在平均只有50%，因此我的账面又多了将近100分积分。但这还远远不够。在陆之阳回家的时候，我特意打开了娱乐新闻再看。哦，这个女明星真是有点夸张，脸天天都不一样。听说还跟同剧组的女明星争风吃醋，霸凌女助理，和导演搞暧昧。陆之阳的慌乱差点掩饰不住，但还是假装温柔地对我说：“哈哈，我都不看娱乐新闻的，这种电影一点营养都没有。”但是我却清晰地听见他的痛苦。思思怎么会去整容动脸，还跟剧组的人起争执？他明明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我没有陪他，他才会没有安全感。他真傻，我怎么会不爱他？什么争风吃醋，都是那些娱乐号乱写，污蔑他，他绝对不可能自甘堕落。我发自内心的笑了，偶尔也看看。对了，妈的下一次化疗时间又要到了呢。陆之阳求我，99，这次你去陪一下妈好不好？这次我爽快地答应了。黑茉莉之夜顺利上映，但影迷的评价两极分化。凭良心而言，这部剧的叙事节奏挑不出毛病，各个配角人物也很出彩，但女主本人却扛不起大旗。在 WNS 电影节的评选比赛中，《黑茉莉之夜》顺利入围最佳电影奖，但作为女主角本人，孟思却没有斩获任何电影奖项。有很多知名影评人都在或明或暗地指出，该片的唯一败笔便是女主。唯一扬眉吐气的机会是国内的白莲花奖。在一个夜晚，她妆容艳丽，无懈可击，凌驾群芳。她卸下了所有防备以及自尊，走进了一个酒店房间。她使尽浑身解数，只为他一句轻飘飘的事后承诺：“放心，这次的奖，你肯定能拥有姓名。”系统告诉我的时候，我有点震惊。女主如果认真沉淀，心虚听取各方意见，演技绝对能提高。但她太孤芳自赏了，太在意那张脸，太迷恋自己的躯壳外表，忽略了真实的演绎，才能穿破外壳，美得动人心魄。仅仅只是道具，绝对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效果，除非他自己也已经认可了这种观念。过去的岁月，凭借外表，他轻而易举就获得了外界的青睐。可是，所有礼物背后都有标价，上天赐予的美貌，何尝不是双刃剑？遗憾落跑白莲花奖后，他只拿了个提名，阮雉却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得了最佳女配。孟思在一只眼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句话：“状态太差了，本来还可以演得更好。”他的粉丝团们在下面评论安慰他，但他还是很颓废，发疯般自言自语，发了无数让人看不懂的微博。我的怨种老公陆之阳每天都在趁我睡着划拉手机，他好像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我快点带着妈去住院陪护。他的心声像张白纸一样袒露在我面前，我要陪着思思才行，他现在是最需要我的。等99和妈走了，我就带他回家里休息1-2天。我知道这一场大戏的高潮就要来临了。我从糖糖那里搞来了最新的隐秘高科技，
针孔联网摄像头，可以在线直播的那种。同时，我请教了我的律师，律师告知我，装在自家里的摄像头并不会侵犯他人隐私，必要时可以作为法律证据。我送婆婆去住院后的1天后，陆之阳带着一个女人回了家。虽然在电梯的时候，他们刻意分开，但一关上门，他们就开始肆无忌惮。堂堂给我发了消息，我对陆之阳他妈说：“妈，我要回去取东西。”15分钟后，我用钥匙打开大门的时候，动作小心翼翼，悄然无声。但进门以后，我却听到婚房里正热火朝天的动静。我推开了大门，以一种不可置信的目光看着床上的2个人，愤怒、绝望、哀伤。我脸色发白，流下眼泪。我挺着的肚子是那么显眼。你们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搞我老公？我哭着，声音绝望却清晰。对面的2个人却慌张凌乱，匆忙分开。陆之阳身上的薄汗此时变成了豆大的汗珠。99，不是你想的那样。孟思却沉默着不作声。我绝望地冲出家门。当然了，我的反应不能说不真实吧？我贡献了我这辈子最厉害的演技了。欣赏着360度不同角度拍摄的视频，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接着我剪掉了我的脸，把视频的中心焦点对准2位主角。毕竟这场戏我只是配角，但是我的肚子和我的台词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切了，不是吗？我把照片和在家里摄像头拍到的视频剪辑好，寄给了当前最火的八卦周刊媒体一只眼娱乐。对，免费的，甚至为了这些视频能更火，我还加了钱助推流量。有时候也是出于公司业绩着想嘛。我拿起了手机，阅读未读短信，任务已完成，闹剧是时候结束了。我迅速回复。1天后，我回到了医院的住院部，陆之阳在那里等着我。他跪了下来：“99，是我鬼迷心窍，我对不起你，我只是图一时的新鲜，只有这一次，你原谅我好不好？就算为了宝宝有一个家。”我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竟然有些麻木。我听见系统的提示声竟然响个不停，陆之阳的迷人值快掉没了。我很疑惑，我当时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人？因为他看起来温柔吗？还是因为他比较会说谎？到现在还在欺骗我，我最后一点点的感情都磨灭了。他还在做白日梦，不能让99闹出来，否则思思会身败名裂的。婆婆在劝我，99是她太糊涂了，该打该骂。可是孩子需要一个家呀，这个家不能散掉啊。是啊，我的月份已经大了，距离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新生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2个月了。我的孩子已经7个月大了，但是这就是他们拿捏我的理由吗？这个孩子不是他们想要的吗？于是我用一种特别悲伤的语气说：“妈，我也想过下去的，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上热搜了。那个孟思被人挂上网了，听说私生活很乱，还霸凌实力派演员。为了拿奖，他跟颁奖方搞见不得人的事，还跟火辣男模有纠葛。往女演员水杯里下玻璃碴子，让女助理给他送套套。我做出一副无力的样子。我可以接受丈夫出轨，但是我接受不了我丈夫出轨那样的人。”陆之阳此时已经惊呆了，他的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良久，他自顾自的嗫嚅：“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一定是假的，造谣辟图。”他反应过来后，竟然疯狂地在掏出手机查消息。此时，消息已经上了一只眼的热搜，那个抖音号上的消息也被爆了出来，甚至还有私聊的截屏，言语之暧昧，尺度之惊人，千真万确，抵赖不得。我的倒霉老公
也变成了当事主角之一呢。不过视频还没流出来，因为我还没看够细。我看见陆之阳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什么都没说就跑了出去。婆婆刘英在病房嚎啕大哭，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她还想拖着我，不让我走，不想再跟她纠缠。我喊了一声，我身后的保镖冲进来拖住了她。我欣赏着她绝望的表情，忽然觉得十分解气。我一字一句地对她说：“对呀，这本来就是你造的孽呢。”我笑了，慢悠悠地走出了病房，顾不得吃瓜群众的同情目光。我潇洒离去，我的大脑在不断地响起系统的声音：“宿主，你怎么这么强？现在陆之阳的情绪稳定值已经快掉光了，你怎么做到的？”我抚摸着肚子，神情无辜：“我什么都没做呀。我只是把他们做的事情记录了下来，以及借用了一下系统的道具吗？”系统觉得非常震惊，他觉得看错我了。我原本是那么恋爱脑的一个人，他没想到我觉醒后会变得那么决绝。看来女人惹不得。系统感叹道：“其实我不希望孩子有这样的父亲，我有些幽怨，但你会是一个好母亲。”系统看着我，目光深邃。原本在第一波的热搜攻击下，孟思的人设还是坚挺的。系统告诉我，他的情绪稳定值掉到了50%左右，而事业值却稳稳地在80%左右徘徊。我理解，毕竟专业的演员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很强的。孟思的微博粉丝热度很高，虽然有路人在上面批判他，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真爱粉，一大波粉丝在下面评论：“爱有什么错？爱可以超越一切。我家姐姐是被渣男迫害的，肯定是对家抹黑，给我们家姐姐造黄谣。姐姐那么美，肯定是遭人妒忌，丑人就是多作怪。”我笑了，我发了个消息给一只眼娱乐周刊，示意他们可以放出视频。同时，我授意公司的法务部对孟思造成的商业损失进行索赔诉讼。是的，那部黑茉莉之夜可是签了对赌协议的，这是他心甘情愿签的。这下子，一只眼是真的爆了，服务器瘫痪了。我没想到孟思的吸引力这么大，对那些需要加班维修服务器的人，我表示很抱歉。等服务器修好后，我饶有兴致地在上网冲浪。爸妈因为被我打好了预防针，也有了心理预期。总体来说，我这边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我还能悠哉悠哉看戏吗？尽管被有关部门快速压了热搜，但是下面的讨论热度还是久久不退。我把那些描绘细节的微博都点赞了一遍，我的大脑不断响起系统的声音：孟思情绪稳定值-10%，事业值-10%，情绪稳定值-10%，事业值-10%，直到系统停下了声音。系统跟我说，任务进度90%了，我的积分达到900分。宿主，孟思的情绪稳定值已经10%了，但是事业值还有30%，知道了。不过，虽然商业价值严重受损，但他的演艺事业还是可以发展的呀。实在不行，还可以去搞直播嘛。毕竟那张脸虽然整得塑料感了，但粉丝喜欢呢。孟思失魂落魄，我的钱全部赔光了。陆之阳知道，孟思因为这次的事情，商业价值变成了负数。随着越来越多公司提出了合同赔偿，孟思已经赔了职业生涯以来的全部收入。陆之阳很痛苦，因为孟思对他说，他是因为吃99的醋才去外面寻求释放，可他从年少时就只爱他一个人，甚至为了他背叛家庭，失去所有。为了能和他有一个孩子，他接受母亲的安排，去相亲结婚生子。孩子出生那一刻，他
多想，孩子的母亲就是他，这段爱情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他无法割舍对他的爱，即使他已沉沦深渊，这一辈子也注定要跟他捆绑在一起了。拍着他的背，他紧紧抱住思思。思思，没关系，你在我心里面永远是最美的。思思，你还可以从头再来，那么多粉丝喜欢你。可惜呀，有人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有人匿名向地方税务反映了孟思合同违规问题，他的所有演出收入都或多或少有着瞒报情况，因为涉及到底线问题。这个消息被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这当然还是他个人的问题，公司早就被我内部清查过了。打开电视，我和爸妈一起观看了这个新闻的调查结局。有关调查后查明 M 姓演员涉及偷税漏税一事属实，该演员被处以罚款，同时该演员涉嫌一宗故意伤害案件，案件需进一步调查。GD 协会通报，该演员私德有亏，与法不合，违背社会公俗，不会给劣迹演员露脸机会。我看着新闻的结局，长舒一口气。系统在我耳边播报：宿主，宿主，恭喜你，你的任务进度是100%，你完成任务了。我看着新闻的结局，忽然间，我腹痛剧烈，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时，我的爸妈和朋友们在床边围着我。妈妈眼睛发红，她紧紧握住我的手。九九，对不起，孩子没保住。我摸了摸干瘪的肚皮，那里不再有一个生命，空空荡荡，就像一个巨大的缺口，仿佛我的一切都流走了，干枯了。我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妈妈，没关系，也许这也是件好事。我和陆之阳顺利地离了婚。离婚那天，他看起来很颓废，消瘦得厉害。出于好奇，我用了系统留下的道具透视眼。我的天，他血液中正在复制的病毒，在疯狂地攻击着免疫细胞。我知道，命运已经给了他们最残忍而又公平的裁决书。他已经变成了穷光蛋，他另一张50万的卡也拿给孟思去赔偿商家损失了。后来，公司的法务告诉我，我们跟游泳俱乐部的合同索赔款额就是50万。孟思的精神接受不了巨大的现实打击，他最终被送进了脑科医院治疗，但陆之阳却依然对他不离不弃。忽然间，我好像不再恨他了，虽然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夜已深，一切都已落幕。我躺在床上，准备闭上眼睛，系统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身影变得十分模糊，像虚光的点汇聚成的海。最艰难的时刻，陪着我最多的是系统。系统的眼睫毛很长，看起来很乖很可爱。宿主，我是系统，对不起，我没有告诉你，改变命运是要付出代价的。没关系，抗争总是有意义的，不是吗？宿主，我要离开了。任务完成了后，你还有1000积分没有使用，现在你可以兑换道具，并实现一个额外的愿望。先说愿望吧。我笑着说，你说吧。宿主的声音有点虚无，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的愿望是，我希望系统每天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你怎么不认真啊？还是先兑换道具吧。系统轻咳一声，打断了我。我顺从地说，兑换稀有道具。系统的声音响起，稀有道具到账。点开稀有道具，你可以在梵天的吟唱创世，湿婆的舞蹈毁灭，命运纺线逆转，命运建筑师改变中选一个。命运建筑师，命运建筑师使用说明：使用者可以改变世界的设定，重写世界的脉络，使用有效期永久。系统问我，你要现在使用吗？我点点头。于是那一瞬间，
我拥有了神的能力。我轻启嘴唇，对这个世界说出了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指令：让每个女人都拥有改变的勇气以及理智的双眼。世界被重写，时光洪流逆转，星辰重新闪烁，生命重新生长。一切阴谋诡计都消失在女孩们的目光中，犹如智慧女神的亲吻。她们离开家门，解开那些世俗的禁锢，重新迈上了生命的征程。生命被赋予充实的意义，拥有选择的勇气，爱或者不爱，潇洒自如。面对背叛后，他们仍有勇气重新站立，给生活一个大嘴巴子。系统终于微笑着离去，留下一片光辉。我听到他最后的声音，微弱如婴孩的呢喃：再见了，亲，愿你幸福快乐。我忽然醒悟过来，试图抓握住他的影子。不，你根本不是系统，对不对，孩子？不要走，不要离开妈妈。我早应该意识到的，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了。他是我一直期盼着却未降临人世的孩子，是我这段时间血肉相连、共享悲欢的孩子。对不起，对不起，妈妈不应该抛下你。时空管理局通知，监测到时空线扰乱，调查结果广播001号穿越者为改变母亲命运，强行改变时空秩序，自愿抹杀自我存在。希望各单位注意，加强监测穿越者的诡异行为。番外，原谅我，我不愿提及自己的姓名，叫我系统吧。我也是001号穿越者，造出时空机器的那一年，我已经50岁了。我的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在母亲离世后，他便和一个小明星结婚了。父亲让我喊他母亲，但我并不愿意，因为我和他一点都不像。我曾经问我的父亲，我的亲生母亲去哪了？那一天，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我就知道了，他心中有愧。那个女人对我说：“你妈早就死了，她自己精神有问题，不要你的。你也是小疯子。”我把她从楼梯口推了下来，她的裙底顿时流出淋漓的鲜血。医院的医生说，她本来有一个奇迹宝宝，但现在已经没了。从那天起，她开始跟我结了仇，不是她死，就是我亡。我的父亲什么都没做，只是将我们一遍遍分开。后来，我在阁楼中找到了那本母亲的日记，从只言片语的推敲中，我知道了一切的真相。我的母亲叫田久久，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可是她的温柔和善良，不过是给了这个世界伤害她的底气。我父亲实在是个凉薄自私的人，以爱为名，他做了很多令人不齿的事。他靠相亲认识我母亲，给了她一生的承诺，却用真爱的名声逼退一切道德的批判。我的母亲田久久26岁相亲认识了他，1年后怀了我。她辛苦却也甘之若饴，可她不知道，我父亲的甜言蜜语都是为了我的诞生，只因为他的真爱没法怀孕，多么可笑！母亲并不知道，她每一次在医院辛苦忙碌的时候，父亲都是去鬼混。他的确打拼了一番家业，但坐享其成的少奶奶并不是我母亲。我的父亲甚至为了他的真爱去酒局应酬，让他有剧可拍。母亲那时候月份很大了，可她还要去医院照顾病人。直到那天晚上，她在洗澡时摔了一跤，但无人应答，因为我的好父亲去了出差。绝望的她自己打了外公外婆的电话，然后自己打120。母亲难产了，她在生死关头走了一回，我和她都安然无恙，但外公外婆却没了。是的，电话打得太急，他们出了车祸。我的母亲已无法承担沉重的事实，更何况我的父亲还拿离婚来逼她。她疯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产后抑郁。她死在一个春日里。
那时我大概只有1岁多，将日记本揣好，我离家出走，成了真正的孤儿。我和一个疯狂的科学狂人结识了。他说他已经创造出了时间机器，但是只能穿越到一个人生命诞生前的节点，而且穿越过去的小白鼠便再也没了踪迹。他问我愿不愿意尝试，过程可能会有点痛苦。我点了点头。没关系，反正这个世界也无趣。后来，我终于跨越千万年的时空裂隙，找到了他。尽管我已经成了一个时间的幽灵，拥有改变一切的能力，我选了我最可爱的形象，投射在他的脑海里。我说：“我叫系统，你是我的宿主，亲。”不，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好，母亲。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